嬷嬷疼得全身冷汗直冒，如同虾米一样弓着身子，颤着声呲牙乱叫。皇后急得蹲身去扶苏云云，苏云云小腹疼得都快死过去了，大口喘着气儿，浑身颤抖。苏青青昂首挺胸，一把甩开要压她的宫人。呀，这位姑娘和这嬷嬷喝了太后娘娘给儿臣准备的落胎药，都流产了。哎呦天哪！哼，荣却险些笑出声来，一步上前，将苏青青一把拉到自己背后，沉着脸看向太后。皇祖母，这是何意？太后能说啥？她能说她准备的这药原本就是使人流血的药？她能说她初衷就是要让太子成为众人的笑柄，让苏青青永远抬不起头，被封杀在内宅之中？医者仁心，快去瞧病啊！这儿有一位50多岁的人和一位未出阁的少女，双双流产了，你就这么看着不管吗？太医跪在地上，冷汗吧嗒吧嗒的朝地上落，吓得头也不敢抬。皇祖母给孙儿的太子妃准备的究竟是什么？为何桂嬷嬷与苏云云喝了药全都流产？他们当真怀孕了？苏云云的孩子是谁的？二皇帝的？放肆！你二皇帝与苏云云清清白白。那苏云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苏云云疼得只觉得要断气儿了，却不得不为自己辩解。我还是女儿身，怎么可能怀孕？这辩解却像是在太后脸上啪啪的扇巴掌。荣却一瞬不顺地看着太后，等她给个说法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宫人回禀，皇上来了。皇上迈步进来那一瞬，父皇给儿臣做主啊！儿臣在少国也是金娇玉贵的公主，为何到了这里，只在头一天还是敬茶的大喜日子，便要受到这般毒害？苏青青哭得委屈又撕心裂肺，与刚才那个大杀四方的她截然不同。荣却看着苏青青，再一次刷新对这人的认知。皇上蹙眉扫向大殿，大殿上桂嬷嬷身下一滩血，人已经疼得昏迷过去。苏云云瑟缩在皇后脚下，疼得还在呜咽，身下亦是一滩血。荣却抱拳回禀：太子妃喝了皇祖母赐的茶之后恶心干呕，孙太医说太子妃有3个月身孕，皇祖母命人准备了落胎汤，太子妃怕汤有毒，便让桂嬷嬷和苏云云尝了尝，结果还不等太子妃喝药，这2位就已经开始流产。皇上沉着脸望向太后，太后目光躲闪。哼，哀家不过是怒极了，她可是太子妃，岂能品性不检呢？这锅就甩给孙太医了。偏孙太医一句不敢辩白，只以头抵地跪在那里，抖得不像话。皇上还能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？来人，将孙太医拖下去，杖责100。孙太医这年纪，杖责100，等于要了他的老命。太后娘娘，救救老臣呐！太后一言不发，任由孙太医被人拖下去。孙太医嘴里喊着太后救命，却也不敢真的说出什么。倘若说了，他一家子老老小小怎么办？孙太医被带走，苏青青抹着眼泪。父皇英明，儿臣没有怀孕，儿臣清清白白。父皇不信可以问太子殿下，昨天夜里儿臣是不是清清白白？这话你让朕去问，合适吗？茶水谁准备的？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，翠红自尽了。哼，得，翠红准备的茶水。也不知道那药是谁准备的，好好的落胎药，怎么桂嬷嬷和苏云云都流血了？也不知道这药对身体伤害大不大，以后还能不能再怀孕了？苏云云硬是在疼痛中分出一根神经来听苏青青这话。啊，能不能有孕？天！她若是不能有孕，那还能嫁给二皇子做侧妃吗？
皇后也一怔，下意识朝太后看去。太后恨得咬牙，这药是她专门给苏青青准备的，自然是分量极重，伤身体伤得极致，怎么可能还能再怀孕？娘娘，臣女还能怀孕吗？你若当真不能怀孕，也不要记恨皇后娘娘和太后娘娘，他们本意不是要给你喝的。呵呵，这话说的简直再直白不过。太后脸上挂不住，呵斥道：哀家难道会专门针对你吗？那为什么一碗堕胎药从被需要到端上来，前后连一盏茶的功夫都不到？谁家的药这么速成啊？太后哑口无言。今儿这事儿，只要苏青青喝了药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偏她没喝，太后恨不得捏死苏青青。还望父皇能给儿臣做主。桂嬷嬷杖毙。桂嬷嬷跟了哀家一辈子，皇上连她也不放过吗？那母后觉得儿臣应该处决谁呢？哪个罪魁祸首啊？太后说不出话。苏青青坐在地上，断断续续的哭，用哭声催着皇上快快解决。儿臣与桂嬷嬷无冤无仇的，好端端的，他害儿臣做什么？荣雀眼皮一抬，苏青青今儿明显是不玩一把大的，不肯罢休了。皇上心里明镜一样，罪魁祸首是谁？那必然是太后啊。可他能处罚太后吗？不能，不能处罚太后，也不能处罚皇后。这里唯一能处罚的，并且身份还算能拿得出手的，就只有桂嬷嬷。不想让他处罚桂嬷嬷，那你宫里倒是赶紧再死一个呀！环视一圈，屋里人也没有等到有人回禀谁，突然自尽了。来人，把是他，一定是他买通宫人害我。太后娘娘慈眉善目，是太子殿下的亲祖母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胸襟宽广，也都不可能害我。一定是这个贱人害我的，一定是这个贱人买通了这个嬷嬷害我。离了这点，父皇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的。父皇，庆幸青青没有喝下那碗药，不然儿臣就成了大燕国的笑柄。臣女无辜啊！你无辜，那就与这位嬷嬷当场对质，你敢吗？现在就审问桂嬷嬷，问问她究竟是谁指使了她给我下药。因为疼痛而晕厥过去的桂嬷嬷就在刚刚才苏醒过来，听到这话，顿时看看太后，看看皇后，再看看苏云云，她有的选吗？是三小姐买通了老奴。桂嬷嬷，你陷害我做什么？我与你无冤无仇的，我何曾指使你？皇后闭了闭眼，将头偏到了一边。太后面色一变，冷眼看向了苏云云。放肆！你这贱婢，竟敢毒害太子妃！枉费哀家素日觉得你乖巧伶俐，没想到你竟是这般蛇蝎心肠。来人呐，将苏云云拿下！臣女没有，太后娘娘冤枉啊！皇后娘娘救臣女，臣女没有。宫人上前，不管不顾，直接将苏云云拖了下去。儿臣谢父皇给儿臣做主。让你受惊了，带太子妃回去吧，今日委屈她了，你好生安抚一下。荣雀抱拳行礼，带着苏青青离开。宫里，皇上、皇后、太后三人要如何，他们懒得理会。一出了宫，坐上马车，苏青青就撞撞荣雀肩膀，一副好兄弟的样子。哎，今儿多谢了呀。荣雀怔愣一下，盯着自己的肩膀看了一下，目光才移向了苏青青，眉梢轻挑，等他下一句。你袖口的那颗珍珠去哪儿啦？就在刚才，
苏青青端起药碗要喝药的时候，她趁人不注意，将袖口的珍珠捏在指尖，准备击落苏青青手里那碗药。只是这人比他想象中能干，他那颗珍珠也就没有射出去。本王只是不想被你连累。你这人真是不会好好说话，帮忙就帮忙呗，我又不会因为你帮我就爱上你，着急着撇清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那药的作用是那个？给我喝了让我犯恶心的茶，不就是想要坐实我未婚先孕吗？可这玩意儿仅凭一个太医号脉根本不可能坐实，除非当场落胎，证据齐全。亏你想得出来。把药灌给苏云云。他应得的报应。你看见他头上的金钗不摇了吗？那些都是苏大将军给苏静和置办的嫁妆。当时你即使知道那茶有问题，怎么还喝？就不怕被毒死？毒死？哼，他们又不蠢，毒死我有什么用啊？他们要的当然是败坏我的名声，同时让我失去一切价值，并且还连累你一把。这种情况，活人比死人有用多了。停车。车夫倏地勒停马车，荣去起身下车。你先回去吧，本王有要事办。丢下一句话，扬长离开。毛病。等苏青青回到太子府，才下马车，迎面遇上一个人，苏想。现在苏想还不知道苏云云已经被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末将苏想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娘娘来京都那日，就是末将迎接的娘娘。娘娘不记得末将了？末将可是一刻不敢忘记娘娘呢。你来有什么事吗？苏想就如顺杆爬的蛇，跟着就上前一步。他就喜欢美人拿桥，越是拿桥，越是让人心痒难耐。听闻舍妹在府中做客，末将特奉家母之命来接舍妹回家。当时静和病得急，他来不及多安排，便直接将人接入府中。可静和到底是苏家的小姐，而他只是个不相干的外人，凭什么能把苏静和一直留在太子府呢？这留下本身就已经不合理了，除非静和成了荣雀的侧妃。不行，一旦静和成了荣雀的人，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如何，那静和一辈子就被定性了。将来他若是遇到喜爱的人呢？再者，还有镇宁侯府世子，只要镇宁侯一家还活着，他必定要将他们弄回来的。是吗？你只是来接妹妹的？他妩媚的眼波落向了苏想，声音带了些勾人的余韵。当年还是大将军的时候，没少与手下兄弟一起去听曲放松。青楼的姑娘如何魅惑男人们，他学不会个10分，也能效仿个5分。苏想当时半个身子一麻，自然也是来给太子妃娘娘请安的。哦，你是来给我请安的？我还当能收到苏将军的礼物呢，看来是我痴心妄想了。苏想眼睛都瞪大了，这少国的公主果然是个水性杨花的轻浮货色，这就在勾引他了吗？不知娘娘喜欢什么？真是个木头。说罢甩袖进府。苏想呆呆地望着苏青青的背影，苏青青那句木头挠到了他心底最深处。直到苏青青身影消失不见，他才抖了抖肩膀，转身离开，早就将接妹妹的事儿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苏想直奔京都最大的首饰店凤钗楼。苏想得意的离开，丝毫没有察觉太子府不远处象征阴恻恻的笑容一脸，也转身离开。苏静和吃了药已经好多了。苏青青回去的时候，她正在廊下坐着，与吉祥和秋月说话。苏青青站在不远处，瞧着这边，神色不禁柔和下来。苏想带来的那股恶心渐渐散去。秋月抬眼看到她过来，忙起身行礼。太子妃娘娘，
苏静和慌忙起身，朝苏青青看过来，紧跟着屈膝问安。可是好多了。多谢太子妃娘娘关怀，已经好多了。坐吧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。苏静和顿时脸上神色一僵，紧跟着便低头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许氏才病好了，没什么胃口。中午……你是不是傻呀？别人欺负你，你就这么忍着？怎么回事啊？娘娘可不知道，今儿一早，奴婢想着静和小姐才病好了，许氏肠胃还不太行呢，就让厨房那边给静和小姐另外熬点粥，再蒸个蛋糕。结果娘娘你猜厨房那边说什么？哎呦喂，我吉祥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种气。厨房的婆娘居然和我说，府里没有鸡蛋了，鸡蛋都是给太子殿下专供的。堂堂大燕国的太子府，这鸡蛋竟成了稀罕物。这是鸡下的蛋，又不是他下的蛋，气得奴婢当时就把他厨房给抄了。他还嚷嚷着要去太子殿下跟前告状呢。我呸！奴婢怕他吗？后来呀，奴婢让春香拿了银钱出去买了米面菜蔬和鸡蛋，在咱们院里的小厨房另外给静和姑娘做了早饭。对不住，给您添麻烦。咱们从少国来，一共带了多少银钱？陛下一共给公主带了现银票3万两。今儿一早啊，奴婢让马大年去这边京都的票行给兑换了，换成大燕国的银票，是26500两。吉祥一早让春香去买东西，拿走100两，余下的都在奴婢手里。一会儿你拿2万两给马大年，让他存到京都的顺丰票行，另外给他6000两。这些日子让他寻摸着在京都买一处院子，不必太大，2进处就够，四周围环境不能杂乱。徐嬷嬷原本还担心他家主子来了这边无人约束，或是被人误导会胡乱用钱，正心里琢磨该要如何劝谏，得了这话，登时大松一口气，连忙应诺。虽说现在住在太子府，可另外置办一处宅子是必不可少的。余下500两，供咱们从少国来的所有人吃喝用度，够多久？这大燕国的物价，目前老奴还摸不准，就按照咱们少国的算，眼下是初秋，大家的衣衫暂且不用置办，米面肉蔬加上主子的瓜果，约莫够1个月，可紧跟着下个月就要置办上上下下的夹棉衣衫了。主子是因为今儿吉祥与厨房闹起来那件事儿，想要与太子殿下划分清楚用度吗？嬷嬷的意思，老奴觉得主子既是不远万里嫁过来，成了太子妃，就不能脾气用事儿。这夫妻之事啊，越是生分，感情就越是难合。主子还是应该想办法收拢太子殿下的心。你哪知道我们是彼此利用呢？嬷嬷也是好心，苏青青不忍她担心。收拢人心，讲究策略。荣安侯府3小姐的存在，你想必听说了。咱们这殿下心里藏着别人，我想与他举案齐眉，还要虚虚图之。这府里除了厨房的管事婆子与荣安侯府有关，别处还不知道多少有关的呢。我们若是惹了他的心头好，势必要生下息，倒不如暂且避开。嬷嬷听着越发欣慰，他家主子好像自从在沈烨身上觉悟之后，就一下子成熟长大了许多，说话办事利索有度。主子心里有主意就好，奴婢们都听主子吩咐。你们不远万里跟着我来，放心，我必不让你们委屈的。明天把500两都给吉祥，让他拿着去置办这1个月的吃食用度。暂且咱们不与太子府的人共用厨房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回来了，让您去议事厅。怎么，
这是要给他的小仙女儿的老婆子出气吗？议事厅，苏青青进去的时候，当地立了不少下人，男男女女一共7、8个。殿下明察，今儿的午饭，厨房这边实在是准备不出来了。太子妃娘娘跟前的婢女，那位叫吉祥的，今儿把咱们府上的厨房都给抄了呀！太子妃不解释一下吗？哼，殿下让我解释什么？是解释一下堂堂太子府吃不起一颗鸡蛋呢，还是解释堂堂太子府的下人都能辱骂主子，还理直气壮求做主呢？若是前者，殿下放心，从今儿起，我带来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不吃太子殿下府上分毫东西。若是后者，殿下也放心，厨房的婆子虽然咒骂了我将来生的孩子没屁眼儿，但是我不和她计较。您满意吗？荣雀，她就不该问这一句。这女人牙尖嘴利的，竟然把矛头指向她，有本事你对着老婆子呀！哼，看来今儿的事儿让你动怒了，跪下，给太子妃赔罪。这话一出，不光那婆子愣住了，就连苏青青都震惊了。您说出这话，不怕您小仙女儿让您跪榴莲吗？怎么，本王的话你有意见？殿下明察呀，老奴不知何罪之有啊！那将厨房抄了的是太子妃娘娘的婢女，那怎么有罪的反倒是老奴了呢？本王的话你都敢反驳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来人，拉下去杖责20。啥情况这是？这婆子的姐姐可是荣安侯府3小姐跟前的人，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？竟然要罚她？那荣安侯府3小姐那里怎么哄啊？还是说殿下难道不喜欢荣安侯府的3小姐了？婆子眼看荣雀当真要打她，扯着嗓子就哭喊：太子殿下饶命啊！老奴不是不给吉祥姑娘鸡蛋，那实在是太子妃不明就里，就把苏家2小姐给带回府。那她姐姐可是投敌叛国的罪人，奴婢若是专门给她做饭，那传出去，外面的人怎么看殿下呀？皇上都没有处罚苏家上上下下一竿子人呢，你倒是操心上御书房的事了。怎么，大燕朝的国事6部尚书商议不算，还要听从太子府厨房婆子的意见吗？陛下圣旨盖章之前都得经过你的同意吗？我请了苏家2小姐来府上给她吃1碗鸡蛋羹，怎么了？你觉得外面的人会怎么说太子殿下？说他与苏家那个投敌叛国的大将军勾结吗？这倒是有趣。苏云鹤还是苏敬和的爹呢，都没有被判勾结，你倒是上赶着给自家主子定罪了，真是好奴才。是你定的罪呢，还是你姐姐定的罪？亦或者你姐姐听了别人的什么话来定罪？荣确是见识过苏青青对人的功夫的，饶是见过，这夹枪带棒一通说，也让他心下不由啧啧。这女人的嘴是怎么长的？满屋子下人愕然地望向他们的太子妃。合着您知道荣安侯府的3小姐呀？殿下唤我来，就是让我来看您府上下人如何刁蛮的吗？还是向我炫耀你府上的厨房婆子都能料理国事，操控舆论了？让我长见识了。若没有别的事，自然有要紧事。话抢着说出口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。既然这府里已经有了女主人，从现在起，太子府的中馈便由太子妃全权管理，府中一切人事任免处理，太子妃说了算。把这府里料理干净，你的人踏踏实实住着，不必受委屈，如何？我若不呢？你可以衣食住行自理，可用水呢？万一哪一天水里有毒，算你狠。牛鬼蛇神多了，难免有你防不住的。我这府里池浅王八多，辛苦你了。说完抬脚离开。他一走，屋里几个下人大眼瞪小眼的看向了苏青青。那婆子原本是想让荣雀给他做主撑腰，没成想太子爷直接把钟馗给了苏青青了。心头咯噔一下，
婆子仗着自己姐姐是荣安侯府三小姐跟前的嬷嬷，娘娘要公报私仇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殿下刚刚不是说杖责20？我刚刚不开口，是不是好点儿？感觉有一丝丝不太好。苏青青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不紧不慢地从腰间抽出一条软鞭。罢了，我这人呐，心软，杖责20就算了。算了。给你个建议，现在就去荣安侯府告状，说不定不到天黑你就能报仇呢。哼，你们都是府里的管事吧？天黑之前把各处的账本送到我手里。说完提脚离开，这是他在太子府所有下人面前的第一次真正露脸儿。厨房的管事婆子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鞭子，疼得趴在地上直打颤。满屋子其他人朝一个40多岁的男人看去。殿下这是想要借太子妃的手整顿咱们了。哼，掌管府里的钟馗，那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人是府中的总管事，名唤于良。有总管事开口，大家心里多少都有点数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殿下怎么突然要处罚你了？那婆子让苏青青抽的话都说不利索，只咬牙切齿说道：小贱人，给我等着！这边几个管事抱头合计，那边苏青青要掌管钟馗的事眨眼传遍全府。徐嬷嬷专门找苏青青确定。主子，那米面菜蔬咱们还单独置办吗？当然。要奴婢说，这些人若是配合，咱们也善待他们；若是不配合，奴婢一天砸他厨房一次，看看谁能饿死谁。哼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若你试试。啊，奴婢就瞎说，过过嘴瘾的。准备2套男装，一会儿带你出去。啊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哼，碎红楼听曲儿。去吗？去呀！大燕国的萧金窟定然比咱们邵国的奢靡100倍。主子要什么风格的？是风流俏公子，还是潇洒美书生，亦或者威武小少爷？吉祥当然知道碎红楼这名字意味的是什么地方。风流俏公子，等我回来。荣雀正在书房写东西，忽的明禄从外叩门通传：殿下，娘娘求见。荣雀毫无察觉的嘴角扬了一下，哼，来得还挺快。将手中写的东西塞进书桌抽屉，随意抽了本书，摊开摆在面前。让他进来。苏青青依旧是方才那身衣裳，明显一点都未曾装扮过。她大步流星的走进来，直抵荣雀书桌前。殿下让我统管钟馗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呢？兴师问罪？岂敢呢？只是殿下让我办事，总该告诉我这府里的人，谁是能动的，谁是不能动的，能动的又能动到什么程度。我若一无所知的不慎伤了殿下的心头肉，那我岂不是自找死路吗？彼此利用而已。本王怎么觉得你在吃醋？哼。苏青青眼角一抽，暴毙，宛若看智障一样的看着荣雀。吃醋？殿下也开始写话本子了，想象力很丰富啊。宣纸上撒把米，给鸡嘴上沾点墨，你俩就能比赛谁的恋爱脑更大了。门外明路，桌后荣雀，真是奇怪了，和这人说话就没有一次能心平气和的。这府里我的人不会去惹你，惹你的人没有一个是我的。哼，果然长得一副薄情寡义的样子，做起事来还真是狗，不是和荣安侯府三小姐青梅竹马吗？殿下可记着今儿说的话，到时候我若是处罚的谁中了，
亦或者又伤到了谁？殿下可别碰瓷儿。不会。那行，既然我替殿下扫清池里的王八，作为相互利用的对象来说，殿下是不是也要满足我一个条件？说说看。我要去天牢见一个人。荣雀就知道这人必定是要提条件。你要去见那3个人，你知道他们是以什么罪名被定罪的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才来大燕国几天，就又是将苏静和接到跟前儿，又是去见那些人。哼，殿下怕我玩火自焚，大可不必。我苏青青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我要做的事，哪一件没做成？殿下若是不信我，何必用我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殿下不知道吗？需要我给你补习一下吗？这世上怎么就有这么可恶的人呢？本王若是拒绝呢？苏青青忽地身子向前，手臂撑着书桌，与荣雀对视。拒绝？殿下，你不会拒绝的，因为我想做的事，你也想做。另外，提醒殿下一声，下次想要遮掩什么，挑书的时候用点心。这种东西不适合在这种时间摆在你的桌上。说完，苏青青笑着转身离开，边走边头也不回。等你好消息。荣雀目光落向被苏青青合上的书的封皮上，霸道王爷的刁蛮宠妃。荣雀，明路，你给我滚进来。明路缩着脖子从外面进来，站得离书桌远远的。殿下。荣雀一把将书甩给他。什么玩意儿？奴才拿错了，这是明和昨儿从书摊淘来的。奴才看了，还是挺好看的。滚！明路立刻就走，才走到门口，又被荣雀喊住。你说，本王是不是选错了？能不能合作且不提，荣雀只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自己选来的这么个玩意儿给对死，偏偏他又对不过。娘娘只是性子有些和一般的大家闺秀不太一样，可其他的都是满足殿下要求的。咱们当时之所以选他，不就是图了一点，希望他能帮着殿下克制住内宅后宫那些人。至于旁的，殿下当时您连丑美高低胖瘦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是个能干的，不是人拿捏的那种就行。而且殿下当时选娘娘的时候是明知他另有所图的，那时候您都不知道他究竟图什么，不都愿意选他吗？现在知道他在查苏将军的事，这不是正好与咱们查的是一回事，怎么殿下又怀疑了？明路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荣雀烦躁地挥挥手让他出去。是啊，明明就是简单的彼此利用而已，他只是需要一个能替他镇住内宅的人而已。现在这人不仅能帮他镇住内宅，还能做得更好，甚至可能成为盟友。他到底在烦躁什么？荣雀在烦躁什么，他想不明白。可此时苏家人在烦躁什么，那可就太直白了。苏云鹤铁青着脸坐在正位，旁边被扶正了的周氏哭得眼睛通红。大人倒是赶紧的想想办法呀！好好的，云云怎么就成了毒害太子妃的凶手了？云云与这太子妃都没有见过面的。好，就知道好破天有个屁用！给我闭嘴！正说话，苏想哼着小曲儿，一脸欢快地从外面进来。他手里提着礼物盒子，是他精心挑选的一套红宝石头面。一进门，劈头盖脸迎上屋里的哭丧气氛。谁死了？周氏要让这不成器的儿子气死了。混说什么？我托了多少关系，才给你补了西山大营的位置？你看看你，一天到晚成什么样子？不是赌局就是青楼，一身的胭脂味儿就没有散开过。你手里提着什么？凤钗楼的饰品，那儿的东西贵得登天，你又霍霍银子做什么？我这怎么叫霍霍银子了？这银子放在家里，它不就是用来花的？你不花我不花，那要银子有什么用？不花银子，我们还和平常穷人有什么区别？你一天到晚上进不知，歪理倒是长进。
苏云鹤气得起身就朝他打过来。苏想眼见苏云鹤当真要打他，忙躲到了周氏身边。哎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娘哭成这样？你妹妹出事了。她能出什么事啊？今儿不是进宫陪太后娘娘去了吗？难道是推人家哪位公主落水被发现了？你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？你妹妹何时做过这种事情？哎呦，苏锦和不就是让她推到水里差点死了吗？周氏简直要被自己的这个孽障儿子气死了，鸡飞狗跳折腾了好大一会儿，苏想才得知来龙去脉。好端端的，太后娘娘那儿怎么会有这种恶毒的东西啊？这哪是落胎药，总不能云云也怀孕啊！哼，周氏没让苏想给气死都是奇迹。滚出去！娘吼我做什么？现在我大约是咱们家里唯一一个能救云云的人。放屁！哼，爹就是从来都不信我啊！我现在已经是西山大营的将军了，爹与我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儿。我20多岁的人了，现在有了自己的本事，难道你不高兴？这么说吧，现在云云落难，只要太子妃娘娘肯开口，云云就有救。而我呢，正好和太子妃娘娘有一点点交情。你和太子妃娘娘有交情？嚯的，周氏一下子想起来，苏静和就在太子府呢。据说是大清早的和秋月出去看病，意外的遇上了太子妃娘娘的人，然后还晕倒在人家面前，被救到了太子府。对了，我今儿让你去太子府接静和回来，人呢？只顾着和太子妃娘娘说话，早忘了。人家太子妃娘娘菩萨心肠，说静和并没好呢，等好了就送回来了。那这是我给太子妃娘娘挑选的谢礼，一会儿我就给她送过去。太子妃娘娘仁慈，只要我开口求一求她，云云的事儿就解决了。蠢货，就是太子妃说云云是害她的罪魁祸首，你们还指望太子妃能替云云说好话？若是太子妃替云云说了好话，那当时究竟是谁害的太子妃呢？在太后的寝宫都能动手，那必定是太后啊！吓得周氏伸手就去捂他的嘴，苏云鹤差点一口气背过去，但苏想说的是实话。所以连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那太子妃能不知道吗？她既然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还指认云云，那她能再替云云说好话？就算她说了，陛下和太后娘娘要如何呢？另外再推出一个人？哎呀，我的云云呐，我苦命的云云呐！那找二皇子殿下怎么样？他不是想娶云云做侧妃？云云被灌了药，以后怕是都不能生养了。二皇子还让他进府，那这就是个死局啊！苏想还琢磨着，如果苏云云能嫁给二皇子，将来二皇子登基，他就是国舅爷呢。现在可好？不行，咱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虽然道理咱们都分析过了，可法网之内还有人情呢。万一二殿下就愿意呢？万一太子妃娘娘就愿意呢？咱们光是在这哭了，云云还在里边受罪呢。我去求太子妃娘娘，爹娘，你们赶紧去求二殿下。万一行呢？凡事总要尽力尝试去争取嘛。这话从他一纨绔嘴里说出来，真新鲜。可眼下除了争取，还能如何？苏想一走，苏云鹤也收拾一番，直接去了二皇子府邸。夜晚降临，京都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苏青青带着吉祥主仆俩一身男装，直奔穗红楼，也没有刻意易容，只是简单的女扮男装。那些有心盯着他们的人，只要稍稍一查，就能知道人去了哪儿。哎呀，果真是不一样啊！单单这牌匾就比咱们那最好的青楼要大1倍呢。一会儿我与人说话，你机灵点应付着。主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圆满完成任务，绝不给您拖后腿。主子来这种地方，找谁说话呢？一个熟人。熟人？这话说的，好像您以前来过这里似的。啊，主子说的是梦里的故人吧？小的明白。我信你个鬼！主子是不是在这里藏了小白脸啊？
原主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人物啊？身边竟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婢子。苏青青还是大将军的时候，但凡回京，这穗红楼是他必来之处，倒不是为了听曲儿，而是这穗红楼本就是他收集京都各方势力情报的站点。这地方鱼龙混杂，是消息流通最快的地方。只可惜，饶是如此，他也没防住当时战场上那只突然射来的黑箭。穗红楼门口有迎来送往的最低级妓子，见客人来了，热情地扑到身前儿。两位爷面生啊，头一次来咱们穗红楼玩吗？保证让两位爷满意。头牌是哪位？咱们穗红楼3大头牌齐名，一善歌舞名叫福玉，一善琴棋名唤应柳，一善书画名唤春娇。不知两位爷喜欢哪一类的？3位头牌倒还是那3位头牌。若是都选且不说爷身上的银钱足够，单单咱们这3位姐姐也未必同时有空。就拿今儿说吧，福玉姐姐和应柳姐姐房里都有人呢，春娇姐姐……他说着话，不确定地朝旁边的同伴看去。那同伴正要应声，吉祥麻溜的将一块碎银子抛了过去。春娇姐姐应了苏家大公子的约，但是苏家大公子未必来。哦，这话说的倒是有趣儿，意思是现在人有空，你们要是钱多烧得慌，可以去找他，但是苏家大公子来了，你们就得让位。咱们穗红楼除了这3位姐姐，别的姑娘也都不差，两位爷不弱。说着话，他们将苏青青和吉祥往里引，正好遇到穗红楼的保姆杜妈妈满面含春的走过来，一个继子机灵的上前：妈妈，这2位是生客，想要见咱们春娇姐姐呢。哟，赶巧了，春娇姑娘现在得空，赶紧的带2位公子上去啊。不过呀，我可得提前与2位把咱们这里的规矩说清楚了。咱们这儿的姑娘啊，2等以上的都是不陪睡的。2位公子若是有别的兴趣，可以去前面的书香院。苏青青含笑点头，似有若无地朝后瞥了一眼。刚刚他在门外站的时间足，外面偷着跟踪他的人，此刻应该是确切的看到他进了这销金窟了。摇着扇子待到杜妈妈雨落，走着，莫让美人等急了。什么事儿都能缓缓再放，错过了美人笑可是罪过。杜妈妈正要转头去招呼旁的客人，听了这话，猛地全身一僵。她错愕回头，朝刚刚那2位公子的背影看过去。杜妈妈识人万千，岂能看不出刚刚那2位是女扮男装的主？只那句话，原先他们将军在的时候总爱这样说。杜妈妈竭力克制着心头情绪，依旧是满面含笑，没事人一般，在1楼大堂里晃了一圈，然后才不落痕迹的回屋。穗红楼的3位头牌平分了穗红楼的3楼，这也导致了整个3楼除了房间里时不时发出的声音外，再无旁的纷杂。婢子将苏青青和吉祥引到春娇屋门口，轻声叩门：春娇姐姐，来客人了。屋里很快传来脚步声，大门被打开，开门的人却不是春娇，而是一个11、12岁的小丫头。姐姐今儿接了苏大公子的约。啊，这2位少爷知道的，只是想要趁着春娇姐姐此刻得空，一睹春娇姐姐风采，妈妈也同意了。吉祥瞧着一脸稀奇，主子。苏青青知道他要发表什么高论，转而对那小丫头说道：劳烦小鱼儿替我通传，在下仰慕春娇姑娘已久。小姑娘很意外，这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，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苏青青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你可不是我们春娇姐姐这里的常客，这穗红楼你怕是头一次来吧？明知我们春娇姐姐今儿有约了，还要砸钱，说你什么目的？鱼儿不得无礼。屋内传来了呵斥声，春娇带着一脸的娇嗔从那屋出来，吉祥眼睛都直了。太好看了吧！
苏青青瞥见吉祥一副要流口水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来。苏青青转而朝春娇一抱拳：“久闻春娇姑娘大名，今日有幸一见，在下之福啊。”公子折煞奴家了，公子请坐。不知公子喜欢什么茶？清明前的龙井，用滚水烧了，放2块双糖，3朵雏菊。若是姑娘舍得，再赏在下一滴玫瑰酿便更好。春娇正欲倒茶的手一哆嗦，那原本稳稳拿在手中的茶壶咣当落地，一壶热茶浇了满地。他却连脚边传来的烫意都不曾注意，目光直直地看向面前的公子。苏青青眼底含笑，任由他看。吉祥一脸同情，这姑娘长得这么好，合着身体不大好啊，难怪一天接2位客人要不高兴呢，倒个水都拿不稳茶壶，多接一个客人不得累坏了。病美人别有一番风味啊。姐姐没事吧？春娇目光挪都不挪开地看着对面的人。你去门口玩。小鱼儿一惊，转头就朝那2位公子看过去。以前只有苏大将军来的时候，他春娇姐姐才会让他去门口玩。说是玩，其实就是守门。心头打了个问号。小鱼儿多话没有，抬脚就走，潇洒的小身影仿佛叫嚣着一句话：我是个摸得感情的守门员。公子是谁？那忽然冷下来的语气让他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的寒意。哦，病美人变冰美人，似乎有那么一丝丝不对。苏青青四平八稳地坐着，轻轻地一摇折扇。春江夜月花如雪，娇似浮霜胜人间。春娇姑娘别来无恙啊。春娇瞳仁一缩，骇然地一步上前。你做什么啊？我要见杜妈妈。春娇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人，就像是他这样的用力看就能看穿对方身份一样。杜妈妈不得空。苏青青缓缓起身，乖，去开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杜妈妈现在就在门后头等你呢。语气轻佻浪荡，却透着一股子浓烈的令人心酸鼻酸眼泪汹涌的熟悉，尤其是那眼神。五官身形完全不同，但眼神语调一模一样。这世上会有这么一样的人？穗红楼3位头牌，每一位床榻后面都有一个机关，机关启动，床榻后的墙壁便原地左右裂开，后面通着杜妈妈的房间。这人不仅说了那些话，居然还知道这机关。春娇心潮激荡，气息急促。你到底是谁？哼，见了杜妈妈不就知道了？快去。不知是他的声音太过蛊惑，还是春娇此刻已经被震得六神无主，魔怔般转头去了内室。墙壁忽地裂开，杜妈妈一惊，攥拳看过来。苏青青二话不说，直接朝杜妈妈那边走过去，不等吉祥反应，他人已经进了杜妈妈的屋。在这边等我。目瞪狗呆，呸！目瞪我呆啊！他家主子竟然当真在这里藏了小白脸儿？是说呢，突然就不喜欢沈烨，而非要来和亲了。原来如此，吉祥破案了。姑娘，有吃的吗？主子去逍遥快活了，吉祥秉着不能委屈自己的原则。姑娘是哪里人呢？准备和失足少女春娇聊一聊故事，谈一谈人生。春娇还处于被雷劈的状态，红着眼看向吉祥。正欲说话，门外忽地传来声音：苏大少爷来了，我家姐姐正等着你呢。这是给我家姐姐准备的礼物吗？门口小鱼儿欢脱的声音一字不落地传进来。苏想来了，他该怎么办？躲到屋里去，通知他家主子把苏想打晕了，声东击西，放把火。正小脑子里飞快地琢磨着，春娇已经迭步走到门前，一把拉开了大门。苏大少爷来了。苏大少爷见罪。大少爷来之前，穗红楼来了2位生客。
妈妈让奴家且先照应着。苏想是从太子府直接杀过来的，当然知道他说的这2位生客是谁，抬脚就朝里面走，结果走进去却只见太子妃跟前的婢子，不见太子妃。客人怎么就剩1位了？吉祥心砰砰跳着，也看向了春娇。春娇轻轻一笑，那位公子出去方便一下，对不住了公子，之前咱们说好的，苏大少爷来了，奴家便不能作陪。啊，好嘞，咱们有缘再见。那什么，你们聊，我出去等人。说着就朝外走。苏想立刻喊住他，慢着，怎么样走呢？相逢即是缘，既是有缘相逢，今儿晚上一起乐呵乐呵。哈哈，这怎么好？怎么就不好？我们难道没缘分吗？缘分自然是有的，只是我们还有事儿，咱们不若……哼，这是瞧不起我苏某人了。今儿爷高兴，就想与这2位公子一同作乐，你把人留下。春娇给吉祥递了个眼色，笑着走到苏想身侧，苏手一捋衣袖，给他斟茶。苏公子好容易今儿得空来见奴家一次，怎么偏要留个外人在场？奴家许多话都不方便说呢。若是往常，春娇肯如此，苏想早就五迷三道，不知东西了。可偏今儿他知道这生客就是太子妃，有太子妃，他还如何将春娇放在眼里？可是太子妃女扮男装混进碎红楼的，那就不要怪他放着便宜不占了。废话少说，爷的话不管用了是吗？今儿爷就留定这2个人了。春娇眼神一凛，朝吉祥示意，让他尽管离开，不用管这里。吉祥有些犹豫，别他走了，这苏大王八蛋仗势欺负病美人啊！要不他直接把人劈晕了再说。反正他家主子也正打算给静和小姐出气呢。大门忽地被人推开，随着一声门响，苏青青从外面进来，一瞧见屋里的人，怔了一下。苏想当时从椅子上弹起来，直扑苏青青跟前，旋即反应过来，对方是女扮男装，遮掩了身份。这位兄台，一起快活呀！今儿晚上我请客。哼，苏公子请客，当真？嗨，这有什么作假的？自然是当真。可是一起快活，有什么好快活的呢？苏公子有什么好主意呀？自然是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那就听我的。纤细白嫩的手指落在苏想的胸口，苏想全身都酥软了。听你的。苏青青转头看春娇，听闻醉红楼流传一个比大小的游戏，上一次在春娇面前出现比大小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还是春娇第一次到醉红楼。那时候有个贵公子纠缠她，非要让她以身相陪，闹得十分凶。后来是将军来了，用一场比大小的游戏，最终直接将那贵公子送进了刑部大牢。现在春娇呼吸发紧，看着眼前的这位，顿了好一下才说道：两位公子要玩，还是不要了吧，这个游戏比起来上头，到时候酒喝多了。废什么话，爷们儿在你这玩是给你面子，准备就是，还怕我们付不起酒钱不成？说着，苏想财大气粗，直接掏出一个金元宝，啪的拍在桌上，和太子妃一起喝酒，还是花酒。这机会他若是错过，那他就是个傻子。哼，那喝多了酒，苏公子到时候可莫要耍赖哟。你也莫要耍赖啊！说着话，他抬手去摸苏青青的脸颊，还没有喝就醉了。那等醉了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苏青青半笑不语。所谓比大小，游戏简单，就是比骰子点数大小，点数小的喝酒。上一次苏青青能把那个纠缠春娇的人送进刑部大牢，不过是利用他喝多了酒，在醉红楼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人，借力打力而已。春娇很快准备好酒菜骰子，苏青青与苏想相对而坐。两位公子请，奴家给两位公子添酒作陪。